在美国70、80年代，小孩的偶像不是画有眼妆的娘炮，而是当地有名的黑帮大佬。这时他的目光被2个抢车位的人吸引，双方都慰问对方的家人。可另一个人拿出棒球棍，把对面的挡风玻璃砸了个稀巴烂，但他却不知道车里是他惹不起的人。突然桑尼出手，一枪爆头。他让手下拿走作案证据，保护当事人上车。转过头来，他发现远处的小男孩正一直盯着他看。虽然桑尼知道小男孩目睹了整个过程，但他不是个滥杀无辜的人，还是选择放了他。可没想到这个决定却救了自己。没过多久，警察找上门，让小男孩去指认嫌疑人。轮到了桑尼，小男孩犹豫了，因为这是他的偶像。他看了看老爸，最终还是遵从了自己内心的想法。殊不知小男孩的选择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，而桑尼也从此记住了他。小男孩叫杰罗，每次放学回家，桑尼总会给他打招呼。为了感谢杰罗，他让手下给他老爸找了一份工作，每周就可以赚150美元，可比开公交车好多了。但他果断拒绝，也不想和这些人有瓜葛。到了晚上，9岁的杰罗看到了那人的葬礼，他在想自己是否做错了。这时父亲走了进来，小杰罗想要一个答案，但父亲却说，他还是不明白。父亲告诉他，很多事等你长大后就明白了。可最近，小杰罗因为自己喜欢的棒球队输了，不是很开心。这时，桑尼的手下找到他，把小杰罗带到了他的面前。桑尼一眼就看出他是洋基队的球迷，发现小杰罗并不开心，让他坐到自己的身旁，说肯定是因为洋基队输球了，让你很难过。但桑尼却告诉他，你喜欢的球队1年赚几十万，可你老爸能赚多少？小杰罗说，我不知道。桑尼接着说，如果你老爸需要钱，跑去找他们要，你看他们会怎么说？其实他们根本不在乎你，你在乎他们干嘛？没人会在乎。小杰罗似乎听懂了，他问了桑尼一个问题，你是因为争抢停车位才杀人的吗？桑尼笑了笑，说出了和老爸一样的话，等你长大后，你自然就会明白的。从那天起，小杰罗对洋基队没了之前的喜爱，相反每次放学后，他都会偷偷跑出来，到桑尼的酒吧做兼职，挣小费。此时的桑尼正在扔骰子，但手气并不好，让他输了不少。这时小杰罗正在帮客人送饮料，桑尼让小杰罗帮他，没想到他的手气不是一般的好，连续扔对了11次，帮桑尼赚了很多钱。走之前，他给了小杰罗应得的小费，但桑尼嫌他的名字太长，给他起了一个外号，因为这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外号，他给小杰罗取名为 C。从那时起，桑尼就带着他，碰到人就说这是我的孩子。不知不觉中，附近的人对小杰罗也开始有了变化，就连之前被他和朋友一起戏弄的老头也主动送他东西。小杰罗说，我没钱，但老头说，你和我不用算钱。这时他悄悄地靠近小杰罗，小声地对他说，只要你和桑尼说一声我对你不错就行了。小杰罗知道全是因为桑尼，这些人才会对他爱护有加。当小杰罗拿着东西回家，父母正一脸严肃地站着，因为他们在小杰罗的抽屉里发现1沓现金，得知这是从桑尼那里打工赚的小费。父亲火冒3丈，带着小杰罗找到桑尼，把钱扔到他的桌上，让他离自己儿子远点。但桑尼说，我待他视如己出，难道会害他吗？而杰罗的父亲却说，我知道你做事不择手段，不过这回你错了，别拿我的家庭开玩笑，这是我的儿子，不是你的。就这样，两人不欢而散。出来后，小杰罗一直嚷嚷自己赚的钱在哪里，父亲告诫他，这钱不干净，你不能拿。但小杰罗根本不听，父亲给了他1巴掌，没想到他却说，父亲很气愤，说桑尼是错的，开枪杀人容易，每天起早贪黑以打工谋生，你让他来试试，就知道谁才是硬汉，打工的才是硬汉，你老爸才是硬汉。小杰罗反驳说，每个人都爱他，就像公交车上的乘客都爱你一样。父亲说这不一样，那些人不是爱他，是怕他，这就是区别。但小杰罗还是不明白，父亲只是说，等你长大后就明白了。就这样过去了8年，小杰罗长大了，但他并没有听老爸的话，跟桑尼疏远，反而和他走得很近。杰罗的父亲依然开着公交车，但自从那件事以后，两人从此不再交谈。这时下车后的杰罗看见那个一直欠自己20块钱的家伙，找各种借口和理由不想还钱。杰罗很气愤，想追上去教训他。这时桑尼叫住了他，让他回来。2个手下也建议揍他一顿，但桑尼让杰罗别听这帮流氓的，并对他说，有时暴力并不能解决问题，况且你只花了20元便看清了他的为人，他以后不会再烦你，也不会再问你借钱。杰罗不耐烦地说，你都是对的。而桑尼更想让他知道，凡事要动脑子，就像现在，我要靠近我的一切，在这种距离，一有麻烦我马上就会知道，麻烦就像肿瘤，你必须尽早出去，如果等它变大，就会杀了你。杰罗似乎听明白了，桑尼让他别再为这种事情烦恼，因为没人会在乎，你更应该在乎自己的家人，以及对你来说重要的人。这天杰罗遇见了黑人女孩珍妮，对她一见钟情，他鼓起勇气去找女孩搭讪，而珍妮也对他有好感。他们相约下次一起看电影，但黑人的地盘并不欢迎他，相反白人也不喜欢黑人。朝路过他们地盘的黑人挥拳，把他们狠狠地揍了一顿。杰罗及时劝架，救下1名黑人。桑尼得知后，再次告诫他，别和他们混在一起，否则受到伤害的就是你自己。这时杰罗说出自己的苦衷，他喜欢上了1名黑人女孩，但他的朋友们不喜欢黑人，现在他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桑尼告诉他，
别听他们的，他们以后不是没命就是入狱，没人会在乎的。你要关心的是你们彼此之间的感情。当夜幕降临时，你们睡在床上，只有你们俩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你心里怎么想的，就大胆去做吧，但前提她要是一个好女孩，就像伟大的拳击手，10年一遇，她也许能令你一帆风顺，但要提前测试一下他们。杰罗好奇怎么测试，他说这叫车门测试，明天我把车借给你，约会时把车开到不远处，下车后把两边车门锁好，约会完以后用钥匙打开车门，让他坐上副驾，然后帮他关上车门，绕到车后，注意看后视镜，看他是否愿意为你从里面解锁。如果做了，说明他关心你；如果没做，说明他是一个自私的人。你看见的只是他的冰山一角，你要马上甩了他。第二天，杰罗来到约会地点，就像桑尼说的，下车后锁上两边的车门。但这时珍妮却气冲冲地走了过来，并质问他：“我哥哥被你的朋友打了。”他还不清楚状况。原来那天杰罗救下的黑人就是他的哥哥，但珍妮的哥哥一口咬定就是杰罗打的他。他很气愤，竟然恩将仇报，而两人的约会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。杰罗丧气地开车回家，没想到被父亲看见，他把车还给桑尼，一言不发地走了。回到家，父亲找到杰罗，让他别碰桑尼的东西。大儿子说他信任我。父亲告诫他，桑尼不会相信任何人，你一样会受到伤害。杰罗不想听父亲唠叨，摔门而出。下楼，他发现自己和朋友开的酒吧被人破坏，朋友让他上车找那帮黑人算账。但这时桑尼怒气冲冲地走过来，把他按在墙角。原来他发现自己车里有爆炸物，这期间只有杰罗接触过，以为是他要害自己。但杰罗说：“我为什么要害你？你待我如父。”原来父亲说的没有错，桑尼不会相信任何人。杰罗上了朋友的车，准备去教训那帮黑人。看到车里的燃烧瓶，他害怕了，但他又无法开口说我要下车。他不想做胆小鬼。朋友眼中的懦夫。在他们过红绿灯时，桑尼把他叫了出来，把他送回社区后，桑尼的手下说有个黑人女孩在找你。杰罗追了上去，珍妮向他解释：“你的确救了我哥，当时他只是拿你泄恨。”两人又重归于好。但杰罗怕他的朋友再次伤害珍妮的哥哥，他们必须赶过去阻止。杰罗让珍妮坐进副驾驶，他从后面绕过去。这时杰罗看见珍妮正在为他解锁车门。当他们赶到时，还是晚了。他的朋友们早就被自己的燃烧瓶烧成了干尸。杰罗知道是桑尼救了他，跑过去想当面致谢。他发现了桑尼，但这段路程却很远。他发现了另一个家伙，这人没有表情，但藏着愤怒。桑尼的注意都被杰罗吸引，他大喊，但为时已晚。桑尼被一枪爆头，而这个年轻人就是8年前抢车位被杀那人的儿子。在桑尼的葬礼上，杰罗终于知道桑尼一直说的，这些人没人会在乎他的死，他们有说有笑，仿佛悲剧从未发生。等所有人走完，他想送桑尼最后一程，感谢他对自己的教诲。因为桑尼的帮助，他找到了那个命中注定的女孩，还要感谢桑尼的救命之恩。这时走进来一个人，他似乎有点眼熟，而他就是抢车位的当事人。他和桑尼共患难多年，杰罗很想知道那次是否只为争车位，但他很坚定地说 No。 至此没人知道原因。这时杰罗的父亲走了进来，他来跟桑尼说声谢谢，因为桑尼教会了杰罗很多，也说出自己的心里话。 I never hated you, I guess but I was just mad at you because you made him grow up so fast。 杰罗要走了，他用桑尼最喜欢的手势和他告别，而父亲也称杰罗为 C。 他明白父亲和桑尼常说的一句话，等你长大后就明白了。这是他们人生的最大感悟，也是人生的必经之路，只有遇到一些事才会明白其中道理。